前一刻，虾仁刚才还光着膀子在路边跟朋友喝酒撸串，突然一辆失控的小车撞了过来，之后意识渐渐模糊。当醒来的时候，已经穿越到齐国王朝的一位小王爷身上。可是这位小王爷在某个夏天，他爬树掏鸟蛋的时候，从树上掉了下来，成了傻子。这里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赵管事。哎呦，我的小王爷，我没听错吧？您是在叫小老二吗？这都8年了，您还是头一次喊这小老二的名字。我就是在叫你呀，你刚才喊我什么？小王爷。哎呦，说话都利索了。三清真人保佑，小王爷的疯病总算是有起色了。什么疯病？我得了疯病。看来也没全好过来，但也比过去要强了些。不管怎么，要是让王爷知道了，他还指不定会有怎样的欣喜。什么王爷？我上面还有个王爷。哎，看来病确实没好，小王爷一时半会儿还是想不起王爷来啊。老头，还没请动你家主人吗？你要是手脚不灵便，我们哥几个就要进去嫁人了。江爷稍等，小老二马上就给小王爷收拾停当了。快点，别磨磨唧唧的。外面有事。小老二愚钝，小王爷快些吧，宫里来人了，带着旨意来的。赵管事，宫里还经常派人来吗？不常来，想来世子爷被关在这造神庙里的这5年来还是头一次。头一次？那这个时候找我会有什么事呢？小王爷，我们主仆2人能活到现在，都是因为您8年前得了那场疯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您的疯病好了的话，只怕我们……虾仁当然知道这个动作将意味着什么，但是越来越多的疑问也随之涌上心头。小王爷，小老二陪您去接旨吧。少爷，跪下来吧。莫跪了，没有圣旨，只有口谕。皇上说了，传诸王世子虾仁进宫见驾，进宫前清洗干净了，别把猪身上那股屎臭味都带到皇宫里。诸王世子。当虾仁听着这些官兵们侮辱的笑声，脑海里开始涌现各种回忆。这辈子的宿主叫萧虾仁，少年丧母，父亲叫萧子乾，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赫赫有名的江夏王。但是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地步呢？想到这里，突然一桶冷水直灌而下。好了，别泼了，给诸王世子找件干净衣服，把他身上那张破皮给咱家换掉。走吧，小王爷。小王爷，您的疯病尚未痊愈，莫要在皇上面前乱言啊。此时虾仁听着赵管事的最后叮嘱，但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接下来面对的有可能是一场暴风雨。虾仁小心地推了推车窗上厚重的布帘，透过缝隙最后看了眼那座关押了自己5年的破落小院，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让他稍稍晕眩，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但又实实在在存在。回想那道耀眼的车灯和急促的鸣笛声，让他不知哪才是真实的他。或许现在才是那场梦吧。小王爷，您的疯病尚未痊愈，莫要在皇上面前乱言啊。哎，小王爷，您这是干什么呀？快回去，我来帮您。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呢？小王爷，您回不去的，您得入关面圣。我哪都不去了，我就想要回家，回我自己的家。面圣？啥是面圣？面圣就是去见皇上。谁是皇上？皇上自然是皇上啊。是萧玉衡吗？大胆奴才，真是找死！兄弟，对不住了。皇族就是有这个特权，自己的错误总会有人帮自己承担，怕自己是个傻子，也会有人默默地替自己承担。萧玉衡，你真的当上皇帝了吗？诸王世子，请下车吧。看来得了疯病的人就该如此。放肆！你们笑什么？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真知道咱家当年教你们的东西是不是都让你们吃驴肚子里去了？阿父，您怎么来了？哼，猴崽子，咱家自然是放心不下你们几个。小王爷，跟老奴走，别跟这些仗势欺人的狗东西一般见识。阿父，
老奴罪过，小王爷，您可是折杀老奴了，这是不的，是不的呀。傻人有傻样，干脆就这样将错就错，看看他们都是什么反应。阿父，他们说要带我面圣，面圣是要去哪儿啊？都说江夏王世子在10岁那年从树上摔下，便摔成了个傻瓜，平日里呆头呆脑的，就像个闷葫芦，谁料到开口就是语出惊人。小王爷，时候不早了，跟着我来吧。喂，我说爷们儿几个不用跟得那么紧吧。小王爷虽然脑不好，但有老奴在，他跑不丢。阿父，我们这是去哪儿？哎，喊高公公就行，别再阿父阿父的喊了。老奴是个实诚人，实在受不起。江夏，诸王才是您的阿父呢。先别说这些，陛下正等着您呢。找我干什么？哎呀，找你去，你去了便是，还问这么多干什么？祸福自有天定，谁都改不了命，只是奈何一个傻子何故生在帝王家呢？老奴也不知道今日之事是吉是凶。阿父，你说什么？我可不懂。哎，说了也没用，从树上摔下来成个傻子，本是你因祸得福。本以为皇上早就忘了你了，你能平平安安的，谁知昨晚他半夜醒来就一直喊你的名字，这不就招你进关了？哦，梦见我干什么？真是个傻子。陛下38个兄弟，16位叔伯父，外面那些封疆的皇上虽然也忌惮着，但没敢下手。单说这经历的这些，不管是文韬武略的，还是资质平庸的，不是死的死，就是关的关，唯独放过了你这个傻子。就怕现在皇上噩梦魔障了，就连你这个傻子也不肯放过。这个高内官还真是个实诚人，跟他这个傻子透露这么多，但往深处一想，虾仁还是感到后背直发凉。老奴今天又多嘴了，这些话小王爷可别在陛下面前乱说啊。那就好，小王爷跟着老奴来吧。哎，小王爷怎么不走了？阿父，我要屙屎。我的小王爷，这里哪有公统啊？您就忍一忍，要是让皇上等着急了，那您肯定后悔这最后一泡屎了。您还是先见了皇上，让老奴把差事交了再说吧。虾仁虽然听到自己的肚子咕噜噜直叫，虽然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但为了不拖累别人，他还是努力憋着。那我憋着。哎，不知道哪位王爷又在受罪了。哈哈哈，傻子，进门可不是这么跪的。虾仁抬眼一望，记忆中的那张欠揍的脸显然成熟了许多。当年那个暴力的皇太子果真当上了皇帝。小王爷啊，快给陛下跪下！阿父，这是谁呀？傻子，你刚才喊谁阿父呢？就是他，你可不许欺负我阿父我！喊得好，喊得好！哈哈哈哈哈哈！朕听得舒坦，该赏，该赏。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朕是谁？朕是你的堂兄萧玉衡呀，朕也是你的皇上。萧玉衡，大胆，敢直呼陛下名讳！朕在这里，轮不着你这烟货说话。怎么样？没想到朕当了皇帝了吧？跟朕走。还有那个烟货可不是你的阿父，朕带你去看看你真正的阿父。虾仁脸上虽然不露声色，但他却隐约感觉到萧玉衡的有意无意地观察他的表情，这让他的心不听使唤地猛跳了起来。越往深处走，那些粗重的喘息声和阵阵的呻吟声便越清楚，空气中也弥漫起了血腥的气味。怎么样，朕没骗你吧？怎么样，认识他吗？就是肥头大耳的那个。看朕作甚啊，傻子，你到底认不认识你的阿父呀？你可知道他在我这皇冠里过得有多好，整天有吃不够的猪粮。你可能不知道，朕给你的阿父改了封号，现在叫猪王。哈，还有那两个，一个是咱们的七皇叔，就是那个贼眉鼠眼的萧子启，现在朕改封他为蜀王。还有那位
咱们的堂兄萧伟，看他那一脸千刀万杀的死相，他就是死亡了。对了，朕还没告诉你，这次让你来干什么呢？站在身后的虾仁真想一把将他的脸摁到火盆里，但理智告诉他莫要轻举妄动。傻子，你没听到朕跟你说什么吗？啥？虾弟呀，朕昨晚做梦梦到了你，咱们打架时的场景，把我打得可疼呢。听到这里，虾仁突然浑身一激灵，他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你怎么了？冷。那过来和朕一起坐着。嘿，那天打得真是痛快，朕之前还从来没那么当真的跟人打过架。你也没客气，把朕压在身子底下。啥？傻子，幸亏你摔坏了脑袋，变成了个傻子，不然的话，就这一点，朕可能就要把你挫骨扬灰了。傻子，你想不想当皇帝？不好玩。傻子就是傻子，天底下想要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可多了。当上皇帝后，全天下都是你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杀谁就杀谁。这样更不好玩了。也就是你这个傻子才说这种傻话。要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个位置而不择手段吗？就像朕，还有牌位上那些列祖列宗们。傻子，你可知道当年朕的父皇也想要朕的命，只为了给朕的那个弟江阴王萧玉晨腾地方。你觉得朕当年除了当这个皇帝还有别的选择吗？堂弟，你知道朕那时候是怎么做的吗？咋做的？朕只告诉你一个，朕在父皇的药里放了剧毒，那老东西疼得到处乱滚，临死前他居然还能爬起来要草诏废我的太子之位，你说可不可恶？多亏那日值夜的禁军将领是我的人，朕连夜调集人马，把那老东西的寝宫给围了个水泄不通，朕亲自用腰上的这根腰带给勒死的。先帝误服丹药，突然驾崩，皇太子登顶宝位，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至于朕那个只有9岁的皇帝萧玉晨，朕当上皇帝第一件事就是要了他的脑袋，还把他的心肝掏出来喂给他那母妃吃，让他吃自己孩子的心肝，就像条饿得半死的母狗一样。啥？傻子，朕的父皇当年虽然对不起朕，但他教过朕一句话，让朕记忆犹新。啥话？杀人要趁早，动作只能快。啥？只要是对朕的皇位有威累的人，朕都一个不留。朕不杀他们，他们早晚也要杀朕。萧家的血脉就是如此，冷酷嗜杀。朕也不想这样干，但留着他们总归会是祸端。哦，好在朕没有赶尽杀绝，还留下几个，这几个还算听话，也包括你的那个诸王父亲。朕就留他们在关中慢慢陪朕玩。只有你这个傻子，朕是最放心的。毕竟我们同出高皇帝一脉，朕以后会好好待你，保你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啥子富贵？还是傻子好。要那些数百兄弟都跟你一样是傻子的话，就不用朕这么大费周章的了。虾仁望着萧玉衡那落寞的背影，心中突然又有了一种难以言明的恻隐。而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定是杀人杀多了感到害怕，才特意把我这个傻子召进关里当倾诉的对象。而他许给自己的那些荣华富贵，也许更多的是在慰藉自己心灵上的创伤。想到这里，虾仁不禁走了神。突然，这一口气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穿帮，而他也注意到萧玉衡那双凌厉的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别穿帮了，还是百密一疏啊！来人啊，先把那几个没用的都拉出去剁成肉酱，做成肉饼喂给他们的家人吃，如有不吃的，也立马也给朕锤成肉饼喂狗吃。傻子，朕改主意了。啥？朕许久没吃蜘蛛肉了，一会儿陪朕一起用膳吧。蜘蛛肉？来人啊，把那个猪王给朕拉出去烤了。不要啊，菇还没长得那么肥啊，还不能吃啊，皇上。此刻另外2个王爷也早已被吓得面如土色，他们浑身上下如筛糠一样抖个不停。为了活下去，难道真的要吃父王的肉吗？慢着，先别动手。阿紫，你怎么来了？快进来！本官来看看你又在做什么荒唐事了。前朝的事情一点儿也不过问，就知道在这里胡闹。朕也没做什么荒唐的事啊，
朕只是刚刚清理了一批想要谋反的乱臣贼子。至于现在嘛，朕还没用过早膳，弄块蜘蛛肉最合适不过了。恰好猪王在这里，朕就想着不如从他身上割块肉烤来吃了，省得他整日嘴上说着愿为朕效死，那真不如来点实在的。陛下不是准备迎娶魏国宣明公主吗？不如就将这猪王再养个1年半载，到时候用在婚宴之上，岂不更妙？对对对，菇还没长得那么肥，还得再养一养，再养一养。我才不要娶什么宣明公主，那个丑八怪，我只要阿紫在身边就好。又说傻话。那天能吃到猪王大宴，想到这里我就高兴，到时候满朝臣工都能品尝那烤得流油的猪王的滋味，妙啊！阿紫说什么就是什么。虾仁趁着萧玉衡的注意力都在眼前这位女子身上之时，他便多看了几眼关在猪笼里的父王，而那眼神中流露出的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欣慰。他似乎一眼就看穿了虾仁此时的伎俩。阿紫，你快看这是谁？如果本官没认错的话，这位正是江夏王世子虾仁吧？阿紫好眼力，你忘了朕不是已经给他改了封号了？不是江夏王，是猪王世子。哼，皇上，您又在胡闹了。阿紫，君无戏言的哦。傻子，你可认得朕的阿紫？永宁长公主萧玉婉美丽绝尘，是先帝最宠爱的掌上明珠，但这些话她不能说出来，她能做的只有继续装傻充愣。阿紫，本宫是皇上的阿紫萧玉婉，江夏王世子可还认得无否？阿紫，你用没用过早膳？我马上让御厨房去准备阿紫最爱的菜肴。还是陛下体恤我，只是这里血光太重，不如以家含光碟用膳如何？那甚好，只是这傻子。我操！我想屙屎，我忍好久了。给猪王世子准备公桶，出完宫送他回去。朕现在不想再看见他了。真是上天庇佑了，我就知道小王爷吉人自有天相。今天不光是开了窍，转眼就带着这么多的赏赐回来了。感谢三清真人，阿弥陀佛。赵管事，哎呦，少爷怎么还拿个火盘回来了？别问怎么来的，问就是顺回来的。此时虾仁并没有继续理会这个老仆人，从皇宫回来，整个人就像被扒过一层皮一样，机械地往后院走去。虾仁，在这个世界他依旧叫虾仁，现在他的身份是这大齐帝国江夏王世子。自高帝以后，每统治更替都会引来血雨腥风，内讧不止。萧家内讧的怪圈，这似乎是刻入基因里的东西。而当政的这位年轻皇帝，他就有着老萧家人标准的神经质。看来自家这些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既然改变不了，那就推翻他吧。举他娘的狗屁猪王世子！虾仁用尽全力说完这句话之后，便慢慢进入梦乡。母妃，母妃，你不要我了吗？年幼的他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他希望看到他的父王，在那个时候，只有他父王才是他最坚强的臂膀，但父王却没有陪在他的身旁。喂，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你家？这明明是我家，我是江夏王世子虾仁。放肆！我才是江夏王世子。夏儿，过来见过你的新母妃和弟弟，他们刚从荆襄回来。母妃，弟弟，这就是琅琊王氏生的那个孩子，一看就是福薄之命，真是可怜。夏弟，怎么又和他们打架了？因为他们说你坏话。说我什么了？能让你那么生气？他们说你美的不像是人，倒像个妖精。他们说你是狐狸精转世，早晚要祸乱宫墙。让他们说去好了，我是大齐的郡主，若说要祸乱官墙，也不会是我们大齐的官廷。如若我远嫁他国，为了我大齐，祸乱他国又算得了什么呢？梦毕竟是梦，过往真实的记忆慢慢涌现在虾仁的脑海里。母妃出殡的那一天，父王是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的，一直握着他幼小的手，甚至把他握得生疼。至于母妃过世后，从荆州被接回王府的侧妃刘氏，对待任何人都是平淡如开水一般，对他虽谈不上热络，但也极为客气。小男孩叫做萧聪，生性腼腆内向，还经常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后面，看着他上树掏鸟窝。
霞哥哥真棒。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或许在皇室大惊喜中已经被萧玉衡给杀掉了吧？梦境最后的那个女子是谁？居然一天没吃东西了。赵管事，我好饿。谁？大半夜的，谁在外面啊？喂，你是谁啊？那个门没锁啊，这样进来很帅吗？赵管事，身体可好？哎呀，刘长史，怎么会是你？小王爷，我刚才观察你很久了。虾仁的大脑此时还在飞快地转动着，忍不住又端详着眼前这位男子，慢慢记起了这位刘长史的一些过往。刘氏叔，这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年常伴江夏王左右的幕僚行军长史刘伯宣。当年自江夏王萧乾交出兵权离开荆襄之地后，他便也辞去了官职，跟随江夏王爷来到建康，做了一位散居王府的门客，日常里与王爷交流诗书，切磋些刀枪棍棒。小王爷，看样子您的疯病是都好了。刘氏叔，那疯病现在真是一言难尽。难道小王爷有什么难言之隐？世子本就天资聪慧，假以时日，定能大成。到时候吸取王爷衣钵，定能纵横疆场，无往不利。到时见王爷见了，也一定会满心欢喜的。我父王，小王爷，哦，刘氏叔，您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说来话长了，当年离开王府之时，根本就不曾想过后来王府竟会无端被抄，王爷蒙冤下狱，不知所踪。我自益州一听得消息，就星夜兼程赶回京师，但一切都已晚矣。这3年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王爷和小王爷。虽然多方打探，却只知道王爷被囚于深宫，而我也是最近才从几个外出办差的内官口里偷听到了小王爷您的下落。都言术倒湖孙散，王府败落，亲朋故旧，唯恐避之而不及。刘氏叔高义，小侄代家父承谢氏叔。使不得，小王爷，在下生于草莽，当年蒙王爷知遇大恩，委以上宾，怎奈伯宣身处荒蛮，不能鞠躬尽瘁报王爷大恩于万一，这样的恩情，又怎能受小王爷一个谢字呢？只是王爷，刘氏叔，我昨天见过我父王了。什么？世子此言当真？刚才在下唐突了，让小王爷生痛了。不必在意，刘氏叔，我说的都是真的。刘氏叔，外面冷，我们到屋子里去说吧。赵管事，给我们弄点儿吃的，现在我肚子还饿着呢。小王爷，真是屈尊委屈您了。没什么，习惯了就好。我在这里总比父王在那健康关中要强个100倍。小王爷，王爷现在的处境到底怎么样了？于是虾仁便将昨日进宫时的过程和所见所闻都给刘伯宣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虽然江夏王爷一时无碍，但谁知道那昏君还会不会又想出别的花样来折磨王爷？此事刻不容缓，我等需早些想办法把王爷救出来才是。这话说的容易做的难，一旦采取行动，那就必是谋反。但眼前这位刘氏叔一脸严肃，看似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心中似有筹划。但虾仁此时心神未稳，他虽有心救出父王，但他不会就此轻率地参与某些人的谋划。看了眼对面那位一脸愁容的刘伯宣，刘氏叔，当前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些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小王爷所言极是，在下虽然着急，但也不会轻率行事的。昨天多亏遇到了永宁长公主，不然父王现在恐怕真的要架在火上烤了。哼，那个妖妇真的会如此好些？他定是另有企图吧？智叔何出此言？确实是他救下的父王呀，为什么还要诋毁他是妖妇？诋毁？呵呵，小王爷，您整日里被关在这幽闭之所，自然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更不知道关于那个妖妇的传闻。传闻？什么传闻？小王爷青春年少，处事不深，难免会为女色所惑，莫要被他那善于蛊惑人心的表象给骗了。要知道，那妖妇最会洞察人心，尤其是对那些贪恋她美色之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没有几人是能逃过她那迷人心智的媚术的。看样子小王爷对这位美艳的公主印象颇好。那倒没有，我与她也是初次认识。少年郎见到如此美妇情窦初开也是常有的事，但小王爷您千万不要再被她给迷惑住了，更别忘记自己现在的处境，还有那被困于皇宫中的王爷。我知道了，
刘氏叔，你的话我会谨记的。若是一般美貌女子，我便不说什么了。只是这永宁长公主看似端庄高贵，实则蛇蝎心肠。她在家中又蓄养了300美少年，以供她寻欢之用，而驸马却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刘氏叔，谢谢你的提醒。也许你误会了，她再怎么说也是我的皇姐，我对她是有种说不出的好感，但那并不存在于男女之情上。小王爷心里清楚就好，但他那狐媚之法可是从不分人。对了，刘氏叔，这些年里我确实是疯傻了一阵子，关于外面的情况我真的不知。昨日里稍微清醒过来，就被那皇帝萧玉衡招进了宫中。按理说，小王爷那年不幸得此疯病，现在算来也应该有8个春秋了吧？即使小王爷有如此生龙活虎一般的体魄，哪怕是少年老成，这心智方面也应该……刘氏叔的忧虑确实在理，但请氏叔放心好了。你看我的心智像个10岁小孩儿吗？难道说这都是韬晦之策？在下愚钝，不知小王爷这些年来的韬晦之策，今日方才感悟，小王爷果然英明神武，非一般常人可比。快起来，刘氏叔！江夏王府有幸，我大齐社稷有幸，只要有小王爷在，我想将来匡扶社稷就一定有希望。我这就回荆襄故地，联络王爷，日部署，待时机成熟，必定解救王爷，再造我大齐声威。自从刘伯轩那夜告别之后，就如泥牛入海般再无音讯了。而皇帝似乎也再次遗忘了这里，这里依旧是那个无人问津的破落院落，整天听着赵管事唠唠叨叨，这样的生活让虾仁感到十分无趣，就连站在屋顶叫的乌鸦看着都感觉他们在嘲笑自己。不好了，小王爷的疯病又反复了，三清真人保佑小王爷的疯病快痊愈，阿弥陀佛。赵管事，三清真人是道教，阿弥什么陀佛。哎呀，小王爷又好了，阿弥陀佛。别叫了，滚！哎，看样子小王爷的疯病又有反复了。再造大齐声威，再造你个锤子！都给老子滚蛋！哎呀，谁扔的？黄差都敢砸！高公公，看好你家柿子，不知道乱扔石头会砸到人的吗？是，小人以后知道了。虾仁自然是个傻子，他无需像其他正常人那样畏惧皇权，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在外人看来都应当是顺理成章的。阿父，别这样，小王爷，那天你见到的那位才是你的阿父，我是高内官，叫我高公公也行。阿父，你来干什么？哎呀，我都说了，行，随你怎么叫吧。哪天要是皇上不高兴，把我的头砍了，那也是我的命数。皇上圣旨在此，你不想接旨吗？啥？哎，不接就不接吧。谁让你有疯病？我带着皇上的恩赏来了，皇上还是顾及骨肉亲情的，他没忘记你。最好别想起我。这些日子皇上也真是忙坏了，没时间顾及你。忙啥呢？刚刚几个老臣说错话，人头搬家了，哎，真是可惜了，那可都是先帝倚重的老臣啊。人头怎么搬家的？不做你的傻小王爷就是了。好了，跟我走吧，咱不住这里了。哎，小王爷怎么不走了？上哪？这儿挺好，我哪都不想去。小王爷，好日子都不想过了吗？皇上赐给您一所新的府邸，比你原来那江夏王府还要气派，有人专门伺候着，就是侍中朱毅、少府卿徐林那些陛下面前的大红人也没有这等的龙宠啊。小王爷，您真是傻人有傻福，真是福泽绵绵啊！想想您那些数百兄弟们，同为皇室宗亲，哪一个有您小王爷命这么好的？我说这是怎么了，小王爷？哪里不妥跟老奴说，老奴让他们去改。虾仁看见门楼上大大的诸王府3个大字，甚是气愤，但想起那位荒唐的皇帝给父王改封号的事，又把怒气咽进肚子里了。挺好，小王爷，怎么个挺好？尤其是那匾额上的几个字，金灿灿的，得花不少钱吧？此时高公公抬眼看了看那牌匾，也忍不住直摇头，但皇上的旨意那是没办法改的。幸好这个傻子王爷不认识这3个字，看来小王爷还是挺满意的。
这里好，这里真好。您不想回家了吗？回家？这不就是我的家吗？只要小王爷满意，皇上也就高兴了。天也不早了，老奴这就该回去向皇上复命去了。等等，阿父，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呢，你得送我回去。嘿嘿，方才不是还说这里是您的家吗？那小王爷，老奴就此别过。小王爷，小人是这阳明居的管事，名唤崔八两，随时伺候着小王爷。我住在哪儿？小王爷，王府里68座院落，不知您想在哪儿就寝。什么？68座？就我一个人住吗？王爷现在住在关中，当下这里就只有小王爷一位主人。你是说我没有固定的卧室什么的，我随便睡哪儿都行了，是这个意思吗？小王爷的意思小人懂了。小王爷还没选好日常起居的院子，那就想睡哪儿就睡哪儿了。乖，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嘿嘿，我要洗澡，要新衣服，还要吃好吃的，我还要……是，小王爷的要求，小人们立马去办。等等，这阳明居太小了，送我去这王府里最大最豪华的宅院。赵管事呢？哪个赵管事？就是随我一起进府的那个小老儿，我想现在应该是这府上的赵管家了吧？回小王爷，这府上暂时没有管家，宫里正在为小王爷挑选着呢，或许不日就会前来。至于您说的那位赵管事，他在哪儿？我听闻跟着小王爷一起来的那位老丈已经告老还乡去了。那不可能，他今天还在外面帮着登记皇家赏赐呢，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小人不知，是高公公带来的皇上的旨意，也是高公公把那位赵管事送走的。听到这里，虾仁的身子突然抖动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都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皇帝的龙宠，这分明是换个地方来羁押他罢了，只能继续装傻。那个糟老头子回家了，哈哈，回家也好，我也想回家，不如我也走吧。都说这小王爷是个傻子，之前还不相信，这人的想法的确和正常人不一样。小王爷，您在跟小人说笑吧，您的家就在这里。我没在说笑，这本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哼，诸王是贼，这可是当今皇上赏赐给你的府邸，除了这里，您哪里也去不了了。虾仁这时候倒是让崔管家的气焰给唬住了，他想不到区区一个下人也敢这么威胁主人。不让走就不走，那我就多住一阵子，反正我也不吃亏，你们可不能亏待了我。那是一定的，小人们就是专门为伺候小王爷而来的。我饿了，哪有吃的？前面的花厅里就有，小王爷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就等着您去用饭呢。够了，吃不了那么多。小王爷，这才上了不到一半。废话什么？我说不上就不上了，吃不了都浪费了。小王爷，别看着了，请用饭吧。一次就给加这么一点儿东西，够谁吃的呀？我这里不用你了，你下去吧。奴婢知错了，小王爷饶命。虾仁有些看不明白，他又不是什么凶神恶煞，他干嘛要这么害怕？不是，谁要你的命了？我这里真的不用你伺候了，我只是叫你下去休息。我说你别哭了，快起来！哎呀，崔管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呀！他这是怎么了？哼，连主人都伺候不好，拉出去给我杖毙了！杖毙！奶奶的，真是万恶的旧社会！虾仁稍稍一愣，他正要起身制止，却在这一刻看清了侍女的样貌，那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雪晴，放开他！面对着众人疑惑的目光，虾仁知道自己失态了。这个傻子在这一刻是不好再装了，但看到那名几乎与他相貌一样的少女，他也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小王爷，下人们犯了错，应该得到惩处。小王爷金尊玉贵，不应该。崔管事，我且问你，什么叫杖毙啊？杖毙，那就是乱棒打死。你告诉我，本来好生生的一个女子，为什么要乱棒打死？她只是个没用的婢女啊！小王爷，
您有所不知，下人们被安排到府上的时候，宫里都有吩咐，凡是不好生伺候小王爷的，都一律杖毙。今日开府就出了这么一个不长眼的贱婢，那正好打死以立威，看以后还有谁敢慢待小王爷了。其实不怪他，只是我第一眼看到他楚楚动人的样子，就心生喜欢，不忍心让他专程为我倒酒加菜而已。此话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当场愣住。即使他是个傻子，但他起码是个小王爷。一个小王爷在众多仆人面前告诉他们自己喜欢一个婢女，这让所有人一时间都感到意外。我问你，崔管事，皇上是不是说只要惹我不高兴的人都要杖毙？没错，皇上让小人们小心伺候着小王爷，凡是惹小王爷不高兴的，那都就地杖毙。如果你们打死了他，我肯定是不高兴的，那岂不是你们也要把自己给杖毙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崔管事突然觉得这话哪里不对，突然，饶命啊！小王爷，小人知错了，小人没有别的意思，小人只是护主心切，完全没有要惹小王爷生气的意思啊！把这位姑娘放开吧，在我眼里她没犯什么大错。还有，你今天劳累一天了，也该下去休息了吧？是的，小王爷，我们马上就出去。等等，他留下，你们其他人都下去吧。你叫什么名字？杨秋，奴婢叫杨秋。从惊魂未定中恢复过来的侍女，居然被人们背后叫傻子的小主人救了下来，不禁大起了胆子，看看小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杨秋，他们也太像了，那双清水般的眼眸和温婉的气质，不能说很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哎呀，你干嘛？奴婢知错了。啥？你哪里错了？那为何小王爷你叹气了？是不是奴婢的名字不好听？看着如此害羞且可爱的杨秋，此时虾仁对他越发的上头。哈哈，你的名字好听，人又漂亮可爱，我怎会怪你呢？只是我看见你的那一刻，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你真的叫杨秋吗？奴婢确实叫杨秋，不敢欺骗小王爷。对了，你记不记得上一世的事情？记不记得一个叫虾仁的人，跟我一样帅的？杨秋完全被眼前的小主人问懵了，但他知道小主人名讳就是虾仁。之前这位小王爷思路清晰，怎么样也无法让他把他和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傻子联系到一起。虽然刚刚几句无头无尾听不懂的问题，让他明白小王爷的脑子确实有些问题，但他并不讨厌他，还隐隐产生些许说不出的好感。是我想多了吧？杨秋姑娘，这里没人，你也不必就那么跪着了，你也去歇着吧。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如此字句，真的是出自一个痴傻之人嘴里的吗？他对虾仁不禁又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和疑问。面前这位小王爷之前到底有过什么为外人所不知道的经历呢？天底下有这样的傻子吗？陛下，阿紫，阿紫，我又看到他们了，他们老来找我，说什么都不肯放过我。阿紫，你身上的香气真好闻，就和母后当年身上的一模一样。又睡不着了吗？阿紫不在身边，那些坏人老来骚扰朕，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想要朕的命，死后变成厉鬼也不肯放过朕。阿紫陪你到床上去睡吧，好好睡吧，我的阿弟。既然如此痛苦，当年何必要争这储君的位置呢？阿紫，朕刚刚做梦了。睡吧，皇上，时辰尚早，明日还要早朝呢。阿紫，朕梦见了那年冬天，你还记得吗？本宫也还记得那天，还记得那天就在那幻灵园里，你跟那孩子发生了争执，结果你和他打起来了。朕活到现在，与人打架也就只有那一次，结果还打输了。当时是为了什么呢？还有魏国来的宣明公主和那位清河王怎么得罪你了？你要放狗咬他们？哼，五胡乱华，索鲁占我北地，大好河山。虽然那是他们祖辈犯下的罪恶，
但有朝一日他们长大成人，也会循着他们父辈足迹来犯我大齐。所鲁都是该死。皇上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孩童了，要知道如今国祚不稳，国内巩固皇权，外交结好魏国才是当前的国策，一味征伐劳民伤财，对两国都是不利。这些朕都知道了。对了，皇上答应过阿紫，准备何时向魏国提亲，迎娶宣明公主。这个容以后再议吧。朕的正宫不缺那个摆设，一想到那是个索鲁女子，朕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阿紫，朕除了阿紫之外，不要任何女人。皇上又在说傻话了，阿紫毕竟是阿紫，不能为我萧氏一门开枝散叶。那我不管，我只要阿紫陪我。怎么了，皇上？阿紫，你猜那个虾人是真疯还是假疯？陛下可还记得，当年江夏王爷为了给虾人治病，那也是遍访天下名医的。现在他医院还有病纸，怎能有假？这些朕都知道。况且他被廷尉署羁押的这3年，每隔数月就有眼线向朕禀报他的情况。3年来日日吃傻，我也不相信他的疯病是装出来的。那陛下到底在疑心什么？朕也不知道。那天朕见到他第一眼时，朕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不像痴傻之人。陛下是多虑了吧？没有，阿紫，朕撒出去的暗哨回来了，有人偷偷去见过虾人了。会有这事？就在召见虾人那晚，你猜那人是谁？是谁？就在召见虾人那晚，你猜那人是谁？是谁？他就是刘伯轩，文武双全，排兵布阵更不在话下，好厉害的人物。萧子乾当年的心腹，他到底想干什么？那后来呢？那刘伯轩后来都干了些什么？他天不亮就走了，自认为毫无破绽，却早被我的谍者盯上了。他走水路去了荆襄，这些年里，他一直与荆州的萧衍过从甚密。他们要干什么？都说萧衍绝非池中之物，朕想想，有时候真是怕他。这人一遇风云，必定化龙。朕早晚要除了这个隐患，但当前还需用他。刘伯轩既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弃萧子乾、虾人父子，是否是他对虾人失望了？若是如此便好。萧衍有刘伯轩辅佐，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如虎添翼。他以为先帝能压得住他，朕就压不住他了吗？有本事就造反给朕看吧。那虾人呢？还有那3位关在宫里的王爷呢？那皇上要如何处理？还要杀人吗？朕不知道，但朕不怕噩梦中再多1、2个恶鬼。陛下，萧家的人都要被你杀绝了，那陛下是真的要做孤家寡人了。我萧氏一门已经零落至今，而我太祖一脉如今也只有零落几位王爷和你我2人了，你还要再杀吗？到时候大厦将倾，谁与你制衡手握10万金、用2州重兵的萧衍、萧统父子呢？阿紫，我萧氏一门零落又如何？只要你我还在，我大齐就倒不了。你忘了当年母后是如何被那些自诩忠臣良将的人逼死？你我后来都经历了什么？当朕登上皇位，等待朕的又是什么？不除掉那些想杀朕的人，那只有朕和阿紫被杀。陛下，那些死去的萧氏骨肉真的都该死吗？萧玉渊只有9岁，萧玉义才4岁，他们能威胁到你的什么？但他们总有一天会长大，会羽翼丰满。很多人会为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教唆他们挑战我的皇权。陛下原来是这么想的。是，这就是帝王之术。陛下，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但阿紫在这里为我萧氏一门最后的骨血求情。阿紫，陛下答应阿紫莫再牵引杀戮了，我大齐社稷根基已经不稳了，还请陛下放过几位王爷吧。萧玉衡内心已经有所松动，杀戮确实过重，起先杀人时的快意和欣喜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夜夜的噩梦和恐惧，无时无刻地蚕食着他的心神。只要虾人还像现在这样子，朕不管他真疯假疯，朕都答应不杀他。朕也已经给予他当有的抚恤，做个安享太平的小王爷。至于那3位王爷，朕不会把他们送出宫去，但朕可以恢复他们名号。不管是这3个王，还是那个不知是否真疯了的世子，只要他们不威胁到我的皇位，朕不会对他们动刀的。但是他们要是想反对朕，朕一定让他们都不得好死。
自从那天之后，虾仁每天背着箩筐跑步锻炼身体，杨秋便被崔管事安排去做其他的差事。再没有了在他身边伺候的机会，有几次见到虾仁，也仅仅是远远的望见他几眼。杨秋，是他。杨秋，这些日子没见到你，你跑哪儿去了？奴婢一直都在凤鸣居啊。你没事吧，杨秋？我没事，倒是你。我没事的，就是锻炼一下身体。对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绿柳斋找刘妈妈拿些东西。拿什么？要不我陪你去吧。别说这些了，天怪冷的，这是我洗过，今早才换上的。小王爷是咱们府上的主人，王爷不在的时候，更要照顾好自己才是。大冷天的，就这么在外面瞎闹，得了风寒难受的还不是自己。杨秋略带嗔怪，却实际上是心疼的表情，看上去是那么的似曾相识，这让虾仁恍惚间又想到了他。就在这一刻，虾仁突然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眼眶不禁又湿润了起来。小王爷，您怎么了？没，风大，沙子迷眼了。对了，你穿的也那么单薄，不是有人有意克扣你们的月银吧？不行，我得找崔管事说说这事去。不曾有人克扣过我，王府里的下人的利银比外面做工的不知高多少，倒是我自己穿多了不好做事。真的吗？小王爷，您别跑了，老婆子跟不上啊！把炭筐放下，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呀！木炭本来就归他们管，小王爷背着炭筐那么一闹，追究下来，黑锅自然就由他们给背了。但不敢动这个傻子王爷，拿个丫头撒撒气还不行吗？你这个狐狸精，大白天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敢勾引小王爷，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想做府上的主子，先看看自己投到谁的肚子里去了。我先撕烂他的脸，看这小蹄子用什么骚的臭的在勾引主子。这事儿传到皇宫里，那还了得？那不要了咱王府一应下人的命！大胆奴婢，都给我松开！那几个老婆子似乎就像没听见一样，嘴里依旧发出最恶毒的咒骂，手底下也丝毫不肯留情，似乎要把一切对虾仁的不满都发泄在这个柔弱的女孩儿身上，其中有几拳还打到了虾仁身上。去你大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大胆奴婢，真是欺人太甚，都爬到主子头上去了。三个恶仆本以为虾仁只是个疯疯呆呆的傻子，很好摆布，也便没太把他当一回事。没想到这位小王爷厉害起来，还真不是个吃素的，不禁又怕起来。小人们哪敢？小人们只是看着那贱婢用那狐媚之术勾引了小王爷，为了王府的体面，小人们也是一时气愤才动了手。就是我们都是为了小王爷，为了府上的体面。小王爷不体谅忠直的下人也就罢了，还护着那个狐狸精作甚？狗奴才，你们想什么？我不知道吗？你们因我拿了你们的东西，便对我怀恨在心，却因为拿我没有办法，就欺负到我身边人来了，真是狗奴才！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疯疯傻傻的小王爷，居然一句话就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他根本不傻，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况且本身就是他们挟私报复在先，被人戳的是明明白白。崔管事，别急着走，你说该怎么罚吧？但按皇上的旨意，杖毙他们，扔于荒郊喂狗。小王爷，奴婢没事，请饶过他们吧。杨秋，这事与你无关，恶奴欺主，怎能不罚？小王爷，罚是当罚，但奴婢又想起了小王爷救下奴婢那日的情景，奴婢当时也是该死。你们情况不一样。但我知道小王爷宅心仁厚，从不嗜杀。奴婢知道小王爷不是杀，是求一个心安。奴婢也想要一个心安，求小王爷成全。下人微微一愣，他注意到杨秋此时眼中绽放出的善良和柔情，似乎在雪晴的眼中曾不止一次的绽放过。崔管事，小人在。我不想伤他们性命了，可以吗？小人听小王爷吩咐。给他们一定的惩罚，让他们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好。还有，我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他们。小人知道如何去做了。崔管事，你怎么还不走？小王爷，杨秋。崔管事，以后杨秋就留在我身边伺候吧，他原来的差事找别人去做吧。这个是小王爷，小人马上安排。小王爷，还有件事，
什么事？小王爷，请跟小人回凤鸣君沐浴更衣。对，锻炼了这么长时间了，是该去洗个澡换身衣服了。杨秋，随我走。小王爷，永宁长公主府来人了，说是今日晚些时候长公主要到府上来拜访。小王爷在想公主到访的事吗？杨秋，宅子里的下人们都是公主送来的吗？那倒不是，王府里的下人其实都是临时拼凑而来的，大多数人奴婢之前是没有见过的，就只和奴婢住在一起的那几个姐妹也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崔管事呢？他是什么来历？这个奴婢不知，他是管事，奴婢们也不敢去问。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否真的就像刘伯轩、刘二叔所说的那样，是个祸国乱政的绝代妖姬？小王爷，您又在发呆了。若是不舒服，奴婢服侍您先去榻上休息，待公主到了再来通报如何？那倒不用，我没事。你笑什么？小王爷丢了魂一般的模样，也是因为觉得长公主风华绝代、貌美无双吗？我本以为只有那些平凡之人才会如此。就因为我是个傻子吗？世人都说小王爷傻，但奴婢知道小王爷并不是外面传闻中的傻子。傻子才不说自己是傻子呢。小王爷，您就是天赋异禀、与众不同，并不像坊间所传的那样是个傻子。杨秋原以为自己这么说虾仁会很高兴，但却看到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好些，更显得心事重重了。小王爷，奴婢刚才说错了什么了吗？你不认为我有疯病吗？我做了那么多出格的事情，哎，真是失败。如果你都那么认为，那府里的其他人就更是如此了。要是传到了外面，那该怎么办呢？小王爷，奴婢知罪，奴婢以后不再乱说话了。杨秋，没有人的时候，不许你再跪了。奴婢不敢。哎，我看上去有那么像万恶的封建统治阶级吗？奴婢听不懂小王爷的话，但奴婢知罪了。虾仁叹口气，他知道自己一时是改变不了这位被封建思想禁锢已久的小侍女了。对了，杨秋，我的这位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吗？坏，长公主不坏，她人很好啊，待我们这些下人也很好啊，奴婢的命都是她救下来的，别听外面人乱说，她才不是什么坏人呢。小王爷，莫听外面的谣言，那些大都不是实情，都是些不怀好意之人恶意重伤。就像外面说小王爷的那样，不知道您的把您当成天下第一痴傻之人，知道您的就当您是最好的主子。嘿嘿，谢谢你，杨秋，我会努力做一个好主子的。该来的总会归来的，加油！加油？那是什么？谁？小王爷，是我。辽请杨秋姑娘通告一声，长公主已经到府上了，正在忘忧亭等着小王爷呢。不是说亥时才来吗？现在才什么时辰？真是的，打好招呼也不按时来，非要搞个突然袭击。小王爷，顾不得那些了，奴婢帮您整整衣衫，快去陪客才是正道。虾弟，1月不见，你的气色可比之前好多啊。过来坐吧。不知道虾弟在这院落里住的可好？下人们有没有好好侍奉？挺好。下人们没有慢待你吧？没有。萧玉婉又瞟了一眼虾仁，他在这位小王爷的身上没有见到那日在健康宫中刻意伪装的痕迹，但却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和一种超出年龄的沉静。皇上的直觉是对的。虾弟的疯病是什么时候好的？皇姐，你们要怎么对我？杀了我吗？萧玉婉眉头一皱，他原本准备先给虾仁一个下马威，结果到这里，他之前的所有盘算在现在看来那都是做无用功了。虾弟想多了，本宫只是在关心你的身子，在这里只有我们姐弟，没有谁要杀谁的。那位不会这么想吧？皇姐应该比我更了解他才对。皇上也并无此意，是虾弟想多了。要知道，是陛下告诉的本宫，虾弟的病体大愈，现在正是生龙活虎着呢。明白人就说些明白话吧，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他真正挂怀的东西真不多。对于有过一次穿越经验的他来说，大不了再魂穿一次，没什么可怕的。想到这里，虾仁心里坦然了许多，
也觉得无所谓了许多。黄姐真是抬举我了，我也没有再装，只是……虾弟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放下心来，安安稳稳做你的小王爷就是了。在我大齐场，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虾仁看到萧玉婉那双大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他脑海中又有了那种被人盯着洗澡的感觉，那种感觉可并不好受。8年来你做了什么，自己一点不知道吗？不知道，都说我疯疯癫癫了8年，但这8年的事情我是真的不清楚。一觉醒来就待在那破宅子里，外面都已经改朝换代了，我也不知道。是这样吗？确实如此。玉婉姐，以后我会怎么样？玉婉姐。萧玉婉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叫自己，不免感到新奇。她对虾仁淡淡一笑，安心做你的富贵小王爷就是了。陛下已经无意再吐露萧氏骨血了，况且我太祖一脉传至我辈就只剩我等几人了。只要你安心做你的小王爷，没有图谋不轨之心，皇上是不会再起杀念的。黄姐是在有意帮我。本宫不是在帮你，本宫是为了皇上，更是为了我大齐的千秋社稷。但若有一日你敢背叛皇上，背叛我大齐社稷，本宫定然是不会放过你的。我明白了，我答应你，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背叛皇上，更不会背叛我大齐社稷的。虾弟，这里的下人们对你可好？挺好的。这里的下人都是本宫和高公公为你挑选的，都是得力的，值得相信的。高公公怎么了？高公公都不知道了？他的为人你可是知道的，他定然不会塞些乱七八糟的人到你王府里来，这个大可放心。高公公为人极好，我是放心的。本宫这个做皇姐的也从自己的府上挑选了一些人来，那些人你还中意？听我，你很中意杨秋。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个名字从萧玉婉嘴里说出，虾仁的心脏突然咯噔了一下，他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喜欢就好，她本姓王，也是曾是高门贵女，只是家世败落了而已。只要她能尽心竭力的侍奉于帝，那就比什么都好。萧玉婉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开了这座王府，而虾仁独自在湖边站了片刻。不知为什么，萧玉婉最后那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小王爷，小王爷在这里站久了容易招风，咱们回去吧。望着杨秋那张熟悉的俊美面容，虾仁却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前世的雪情，一种发自心底的异样情感让他此刻只想将她深拥入怀。小王爷，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看着奴婢？奴婢脸上有东西吗？没有。对了，杨秋，我不是让你在凤鸣阁待着吗？怎么跑这里来了？那会小王爷出门的时候就跟失魂落魄了一样，奴婢很是担心，在阁里左等右等都等不到小王爷回来，奴婢就自作主张想去看看，谁料走到这里就看到小王爷在这里发呆了，奴婢也就在这时过来了。现在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我的这位皇姐已经走了。嘿嘿，湖边风大，我们回去吧。小王爷这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他关在一个屋子里？难道他想要自己的身子？但小王爷应该不是那样的登徒子呀。但话说回来，小王爷要是真的想要自己的身子，那自己还能如何？况且自己是喜欢的。他就那么站在原地，默默等待着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是小王爷把自己扑倒在床上，他也会满心欢喜的接受。但是事情的发展似乎与他预料的还是多少有些出入。